那如果一個產品它能帶來超過它本身價格的價值的話，我覺得就不虧。那我手上這一台接近3萬的 Vision Pro， 我用了1個月，有沒有回本？以及它除了看電影還能用來幹什麼？Vision Pro 出第1代的時候呢，我其實就很想買，但是作為一個實用主義至上又不怎麼愛花錢的人，我覺得它在我的手裡除了看電影，好像別的不能幫我幹什麼了。但是現在這個 AI 時代，我覺得是時候了。那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的1個月真實使用體驗，以及我覺得它改變了我什麼，以及未來可能會帶我去向的遠方。那首先，我覺得它改變的就是我們日常使用設備的一個交互，正在從手機這樣的觸屏界面轉向一個更立體的空間。比如 iPhone 上你可以移動這個小組件，對吧？但是到了 Vision Pro 裡面呢，它就是一個可以嵌入牆裡的賽博裝飾。那你也可以把電腦屏幕從顯示器裡解放出來，這樣我就有了一個更大的還不受桌子大小限制的虛擬屏。那如果你想學鋼琴，你也可以用這個 app 把虛擬的琴鍵投在實體鋼琴上，它會教你按下哪個鍵，這樣就好像有了一個私人的老師。那坐飛機的時候呢，你也可以禪修，雖然有一點尷尬，但是用它來冥想的話，我覺得那個沉浸感是手機很難給到的。那你也可以用手指或者是一支筆來進行一些虛實結合的空間創作。和 iPad 一樣 ，Vision Pro 它也有自己的 Apple Pencil， 就是這個 Logitech 的 Muse 空間畫筆。那這個呢是要另外買的，而且很多 App 現在還不適配。但是你一旦用過之後，你就會發現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成為你無限的畫布。也許在未來，線下購物也可以虛實結合。比如說，現在淘寶 Vision 他們就做了這樣子的一個場景，比如線下買車，你就可以帶上 Vision Pro， 不用站在真的車前，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配置、不同的顏色，還可以換輪胎，他們會以真實的比例出現在你的面前。那這些虛實結合的空間感呢，是我覺得很多人第一次戴上 Vision Pro 會 wow 的原因。但是當新鮮勁過後，我就開始想，我能用這個空間來幹什麼？那作為一個創作者呢，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把影像從矩形的框框中給解放出來。那如果你的 iPhone 升級到了 iOS 26，你在看照片的時候可能會注意到右上角多了一個空間場景的圖標。那點開之後，你會發現這張照片變成了裸眼 3D 的感覺，這很酷，對吧？但當你把同一張照片放進 Vision Pro 裡看的時候，那種立體感真的很難形容。那當然，這還不是我覺得最厲害的。那12月的時候呢，我去了一趟澳洲，在墨爾本的時候，沒有用往常的拍攝方式去記錄，而是打開 iPhone 相機，選擇了空間視頻的拍攝模式，去拍下了一些片段。那在手機上看的時候呢，它們平平無奇，但是當我把它 AirDrop 到 Vision Pro 上的時候，我覺得那一瞬間仿佛真的就重現在我的眼前。海鷗從面前飛過，海浪好像要湧到腳邊，影片裡的人也好像就在你的對面。那我呢，後來也把這些片段用 Final Cut Pro 重新剪輯編排了一下。那如果你有 Vision Pro 且感興趣的話呢，可以去看一下。那除了這種空間視頻的模式之外呢，還有一種非常特別的，就是360的全景相機。你看到的就不再是一個視頻，而是回到了當下的時間點。你轉向左或者右，都仿佛處在當下的拍攝環境中，非常的沉浸。過去呢，我們都默認影像是一個平面，就不管你用多好的相機拍出來，最終都是被放進了一個框框裡，就像你現在看到這個影片一樣。但是體驗過 Vision Pro 之後，我突然意識到，也許未來的影像創作，我們將打造的是一個空間，而不再是一個平面。那這也讓我想起我當時用完 Vision Pro 寫的一篇 newsletter， 我收到了一個朋友的回復，讓我印象很深。他說他本來覺得 Vision Pro 這個東西很貴，但是近期長輩的離世突然讓他意識到，也許未來有一天他會非常需要這樣子的一個東西，能夠讓他回到過去，回到當下的某一刻，去見見可能已經不在這個世界的人。
所以空間影像打動人的可能不是它拍的有多清楚，而是它可以带给你一種临场感。所以现在你能做的就是拍多一点空间视頻，也許未来這樣子的頭顯會變成一個平民級的消費產品，那你一定不會後悔，因為你現在拍下的每一個立體感瞬間，也許就是回到過去的一冊任意門。好，第三部分我們不講這麼沉重，來講點好玩的，就是在這個 AI 的時代，如果你有一台 Vision Pro， 可以創造出什麼樣的可能？今天想來 Vibe Code 的一個 Let It Go 的效果。再來試一下。哦，哇哦！ Let it go, let it go. I'm one with the wind and sky. Let it go, let it go. You'll never see me cry. 雖然第三視角看起來很像個七星種，但是真的很好玩。那這些呢，不是現有的 app， 而是我一個技術小白花了半天讓 AI 幫我 vibe coding 出來的一個交互粒子效果。那我先是去研究了一下 Vision OS 開發一些非常基礎的東西，然後稍微調試了一下粒子的效果。那剩下的代碼呢，都是讓 AI 幫我寫的，包括手勢識別啊等等等等。那你要做的就是不斷的調試，再跟 AI 去溝通。那你除了可以讓 AI 幫你去 DIY 這種手勢交互粒子的效果之外呢，我覺得 3D 也是一個很好玩的應用玩法。比如說我就有看到創作者他把動漫裡的人物變成了一個小手辦放進虛擬世界中，我覺得就非常可愛。那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在 AI 這個時代 Vision Pro 它變得更加好玩更有價值的地方，就是技術門檻的下降能夠讓普通人也能進行一些空間創作，不管是影像還是這種粒子交互，甚至 3D 建模，我覺得它已經不再是一個只能用來看影像的設備了，而是有更多的可能能夠讓你的想法放進一個虛擬現實的空間中。最後來給大家聊一下它的缺點吧，就是我覺得 Vision Pro 這個東西它沒有被普及也是有原因的。就首先它真的不輕，就戴久了眼下會有點紅紅的，而且我自己有散光，用超過大概40分鐘就會有一點頂不順，而且它的整個生態也遠沒有 iOS 那麼完善，價格也不是很親民。總之我覺得它不是一個很大眾化的商品吧。但是我後來想了一下，我說電腦最早它也不是一個人人都有的東西啊，直到現在可能技術發展變得越來越輕薄，然後成為一個辦公設備了，所以我覺得頭顯這個東西可能給它點時間吧，我相信可能未來會成為一個大眾商品。不過至少現在可能它不是一個人人都有的東西，而我剛好有這樣一台，也想把我的這個想法以及對未來科技的一個思考，從普通人的角度分享給大家。那希望對你有一定的啟發，或者說給你帶來一些新的思考。那我是 Amy， 那這期就到這裡，我們下期見，拜拜。